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许凯演霸总小娇妻，34岁谭松韵与32岁杨紫却演出不同味道。霸总小娇妻的双面演绎，谭松韵与杨紫的甜宠较量，各自精彩。在中国偶像剧风靡的时代，霸总与小娇妻这一设定几乎成了甜宠剧的标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样的剧情总能轻而易举地撩拨观众的少女心。而当这套设定被交到两位实力与人气兼具的女演员谭松韵与杨紫手中，再加上顶流霸总许凯的加持，便产生了令人难以忽视的化学反应。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娃娃脸标签，年纪相仿，谭松韵34岁，杨紫32岁，又几乎在同一时期搭档许凯出演类似的角色，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娇妻形象却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这种差异不仅成就了各自作品的独特魅力，也引发了观众对角色诠释、演员演技以及偶像剧未来走向的深度思考。相似设定，不同演绎，甜宠套路中的创新之道。从剧本角度看，两部剧的设定都围绕霸总加小娇妻这一经典组合展开。剧情中，男主许凯一如既往地饰演冷面霸总，英俊多金，傲娇而深情，而女主们则分别以娇妻的身份与他发生种种情感纠葛。故事虽有相似之处，但真正的分水岭来自于女主角对角色的诠释方式。谭松韵与杨紫，一个走灵动可爱路线，一个主打温柔坚韧风格，同样的设定在两人手中却被演绎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不仅是演技的较量，更是气质的差异体现，也是演员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与个性化表达的成功范例。谭松韵，灵气少女的不老神话。34岁的谭松韵，凭借她标志性的娃娃脸以及温暖治愈的笑容，在本应由20出头小花担纲的甜宠剧中，依旧显得毫无违和。她所塑造的小娇妻角色，满是灵动与甜美，天真却不失智慧，柔软却蕴含坚韧。在剧中，谭松韵面对许凯饰演的高冷霸总，从最初的懵懂羞涩到后来的相知相守，她用细腻的表情和自然的肢体语言，展现了角色从少女成长为妻子的全过程。她对眼神的处理尤其到位，每一个转眸，每一次眼波流转，都传递出少女对爱情的好奇与怦然心动。尤其在几场关键感情戏中，谭松韵通过精湛的情绪调动，让观众仿佛感受到那种恋爱中的甜蜜感。无论是与许凯在厨房里的打打闹闹，还是深夜街头的含情告白，谭松韵都将纯爱演绎到了极致，给观众带来了如初恋般的悸动。更值得一提的是，谭松韵的甜从不单调，她的小娇妻在剧情推进中还面临事业选择、家庭压力等现实问题。谭松韵用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角色，不只是靠可爱吃饭，而是在笑容背后加入了成长的弧度，这让她饰演的小娇妻更加立体，也更具说服力。杨紫，温婉中藏锋芒，坚韧成就角色深度。相比谭松韵的甜美少女，杨紫的小娇妻则显得更为沉稳和内敛。她所饰演的角色在性格设定上偏向成熟型，虽也保有女性的柔软与温柔，但更多了一份经历过风雨后的自持与睿智。杨紫在表演中最大的优势来自于她丰富的情绪层次感。她的小娇妻并非一味依附于霸总，而是在情感互动中展现出极强的独立性。在面对许凯饰演的霸总时，她并不是一味的撒娇求宠，而是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去影响、感染乃至引导男主的成长。在剧中，有一段剧情尤为打动人心。面对男主对过去情感的迟疑与逃避，杨紫饰演的女主并未采用传统的哭闹方式，而是选择了退一步，
给男主时间，也给自己空间。这种处理方式在杨紫细腻的眼神和语调中得以完美呈现。观众从她的沉默中看到了自尊，从她的回眸中感受到温柔。也正因此，杨紫将小娇妻这一角色演出了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值得注意的是，杨紫虽然同样有着娃娃脸，但她从不拘泥于外形的甜美。她用演技告诉我们，真正的娇妻并不只是可爱，而是有思想、有追求、有力量的存在。她让甜宠剧在情感表达上多了一层厚度，更多了一份温婉背后的锋芒。从角色到演员，演技对决的背后逻辑，谭松韵与杨紫之所以能够各自演出不同味道，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对角色的理解深度与表演方式的差异。谭松韵更偏向于生活化的演绎方式，她的肢体语言自然，松弛感十足，即便是夸张的剧情安排，在她的演绎下也不会显得做作。而杨紫则倾向于内心戏的精雕细琢，她擅长通过细节去刻画人物情绪，常常一滴眼泪、一声叹息就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这种表演风格的差异，其实也映射出他们各自的成长路径和演绎风格。谭松韵自出道以来，始终以治愈系形象示人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等剧为她积攒了大批忠实粉丝。她的优势在于角色亲和力强，容易产生代入感。而杨紫则在《香蜜沉沉》《进如双亲爱的》《热爱的》等作品中逐渐完成从国民妹妹到国民演员的转型。她善于挑战复杂情感和高烈度剧情，更适合展现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心理变化。创作视角、导演与剧本的量身定制，两部作品在导演手法与剧本创作上也体现出明显差异。谭松韵所在的剧集更偏向轻喜剧风格，节奏轻快，画面明亮，强调甜度和青春氛围；而杨紫所演剧则更注重情感深度和人生议题，剧情层次感更强，节奏也相对沉稳。这一切的背后，显然是导演与编剧对于演员特质的精准把控与创作适配。他们在策划阶段就根据谭松韵与杨紫各自的风格，为其量身定做角色设定与剧情走向。可以说，这种定制是创作式角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导演不强求演员去贴角色，而是将角色靠演员，形成一种自然的融合。观众反馈甜宠剧的多元进化方向，观众对于这两部剧的反应也极具代表性。喜爱谭松韵版本的观众大多偏好轻松治愈的剧情，享受纯粹的甜宠氛围，而倾心于杨紫版本的观众则更注重角色成长和情感张力，更倾向于有深度的爱情线发展。这其实正反映出当前观众对甜宠剧的审美正在多元化发展。观众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撒糖，而是更希望在糖之外看到人物的灵魂、情感的真挚、人生的波折。这也为未来甜宠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甜与虐并存，梦幻与现实融合，角色要可爱，更要可敬。结语：从娃娃脸到戏骨脸，演技才是核心竞争力。通过对谭松韵与杨紫在霸总小娇妻题材中的精彩演绎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决定一部甜宠剧成败的，并不是演员年龄，也不是外表设定，而是他们能否赋予角色真实灵魂与情感深度。娃娃脸不再是少女角色的唯一通行证，也不是限制演员发展的枷锁。34岁的谭松韵，32岁的杨紫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演技在线，角色打动人心，无论几岁都能继续演青春、演爱情，甚至演出比年轻演员更打动人心的甜蜜。甜宠剧的未来或许就在他们手中不断革新中，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情感正剧。